这才是最有安全感的庇护所，因为它搭建在30米高的崖壁之上，利用木板与崖壁完美的结合，完全不用担心野兽的攻击。由于之前的庇护所一直搭建在河边，让他年少就懂得了风湿痛，阿伟不得不背上行囊重新启程。他来到巨石耸立的岩壁下，发现了一处庇护所，看着应该是有人居住。为了能长期做邻居，阿伟打算在上方的崖壁上安家，多的不说，少的不落，先去收集一些木材，想要复先修路，这是万年不变的道理。只见他找来2根粗壮的原木当作立柱，接着找来不成材的小树，先用锯子打个前阵截成一小段，再通过木棍的助力给它一分为二，将其一根根固定在2根立柱上。由于上方的崖壁过高，他必须要把中间的位置做支撑，这样就可以直达上方的岩层。虽然看起来面积不是很大，但搭建庇护所还是没有问题。有恐高症的我直呼受不了，总是感觉自己随时能掉下来。待得把里面杂乱的泥土清理干净，阿伟开始准备向上搬运原木。要不说艺高人胆大吗？真正的高手只用1只手就能完成高空作业。待得运送来差不多以后，随即开始正式的搭建环节。只见他先用原木搭建成支架，底部再定制上地基框架，贴合着整个崖壁连接在一起，交界处再用钉子进行固定。很快就依靠着岩壁搭建出框架雏形。随即又搬运来一堆规整的板材，用来给庇护所搭建外部墙体。不过在这之前要先把顶部框架搞定。只见他3两下就做出来个斜面坡度，然后再用木板一片片斜着固定上去，多出来的部分直接锯掉就好。由于这里过于狭窄，所以干活的时候都要小心翼翼，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。他把木板加工成合适的长度，从短到长依次斜着固定上去，每一根的长度控制的刚刚好。就看着熟练的手法，最起码得在工地干上2年，但凡少1天都做不到手拿把掐。随着崖壁一侧的板材搭建完成，他顺手又将顶部进行密封，从里面看整个屋子还是相当严实。随后又找来这种比较干净的竹筒，将其加工成所需要的长度，然后给庇护所底部当做竹子床底。只见它一根根整齐划一的排列在一起，很快一个干净规整的台面完成。要说野外生存分段位的话，阿伟绝对是个王者，无论在多么恶劣的条件下，他都能混得风生水起。最后再用木板拼接个木门，此时只需要1根绳子将其绑定，再另外附带个门把手，一个完整的悬崖庇护所搞定。好在有了足够的高度，阿伟才能将多余的垃圾清理干净。剩余的板材也没有浪费，他把圆柱体通通变成了方形，继续3两下将其组装成餐桌，以及还有配套的餐椅。待得完成好以后，他继续将剩余的板材扛了上来。考虑到自己半夜有梦游的习惯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风险，他准备在崖壁边安装个防护栏，底部一定要用木方固定牢靠，才能把木板一片片的钉上去，用来增加框架的稳定性。而且木板的一端还要削尖，虽然看上去单薄一些，但该有的仪式感一点也不能少。现在整个悬崖庇护所也完成的差不多了，他随即点燃干柴烈火，把昨天还没有烤完的烧鸡放上去。待得补充完1整块卡路里后，关上厚实的木门，在自己的新家安详的睡了过去。